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清明假期，我好心把房子让给未婚夫一家住，扫墓回来时却被拦在门口。准婆婆和怀孕的嫂子满脸嫌弃，去了那种脏地方还回来，是不是想克死我们？未婚夫更是直接骂我，都要嫁到我们家了，还想着娘家，真是吃里扒外的东西。我直接找来电锯暴力开门，将他们一家赶出去。什么货色，还想拿捏我？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清明节，等我给父母扫完墓回家时，却发现家里的门打不开了。家里的门是新换的密码锁，按道理来说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才对。之前安门的时候我没空，所以监工的是我的未婚夫郑新宇。我前段时间很忙，也就忘了问他要门锁的管理权限，没门禁。无奈之下，我只能打电话给郑新宇，他的电话接通了，但很快又被他挂断。门里隐隐约约传来了郑新宇的手机铃声，我一下就反应过来，郑新宇是在家的。开门，郑新宇，我回来了，给我开门。我将门拍得砰砰作响，就连隔壁的邻居都探出脑袋问我怎么回事。就在我以为里面的人不会理我的时候，门口的对讲机突然出声了：别敲了，我们不会给你开门的。听筒那头是郑新宇妈妈李春菊的声音，我有点懵，我的房子怎么就不能给我开门了？小苏，你也别怪我们，这都是你的问题。对讲机里又传来嫂子林香香的声音，你看看，我怀着孕，你跑到阴气这么重的地方扫墓，我怕你冲撞了我。我有些生气，但想着毕竟是准婆婆和准嫂子，准嫂子还带着肚子快生了，还是服了软。行，那起码开门，先让我拿点东西。谁知道里面的李春菊却一下子就怒了，拿什么拿？就没见过你这么没有眼力见的人，去了那种脏地方还回来，是不是想克死我们？都要嫁到我们家里了，还天天往娘家跑，以后怕是要拿钱贴补娘家哦。我眼见和李春菊和林香香讲不通，我继续拍门。郑新宇，你别在里面装死，我知道你在里面，出来给我说话，我们都要拍烂了。郑新宇才终于出声：宇杰，我妈说的也没错，我嫂子怀着孕呢，你回来对她不好，我都要被这一系列操作气笑了。我花钱买的房子我还不能进了，你要去寺庙斋戒半个月，诚心在里面为我们郑家祈祷，然后写一个绝对不再和娘家人来往的保证书给我，要不然你就别想进这个门。李春菊的声音传来，嫂子还附和道：小苏啊，体谅一下，你马上要为人儿媳了，可不能不听话。我算是明白了，这是准婆婆开始给我立规矩了，可是我才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我朝着里面的人道：你们几个都给我滚出来，这是我的房子，要走也是你们走，放你的屁！你一个要嫁到我们家的有什么房子？以后都是我儿子的。一讲到钱，李春菊的声音都大了起来。行，那你们等着，我懒得多说，直接叫来了开锁公司。你好，我要开锁，最暴力的那种，如果有电锯最好了，我加钱，给我加急。为了以防万一，我下楼买了一把菜刀防身。回来后，趁着坐在楼梯间里等着开锁师傅上门的时候，我想了很久，明明我只是去扫了个墓，怎么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12岁的时候，我爸妈就因为车祸意外去世了，我是我哥带大的。郑新宇是我工作之后认识的，他父亲早逝，母亲将他拉扯大，相似的成长背景让我们很快就走到了一起。虽然
他家并不富裕，但我还是和他在一起了。恋爱2年之后，我们决定今年5·1就结婚。我从小就失去父母，内心很渴望拥有自己的小家。自从我和郑新宇决定结婚后，我就开始认真备孕。我想我和郑新宇会是一对非常好的父母，可以陪着孩子健康幸福的长大。我们2家是不同的地方，风俗也不一样。今年正月，郑新宇家已经扫过墓了，清明也就不用了，所以今年清明，我想着我们都要结婚了，也带他回老家去看看我父母。可就是这临门一脚的时候，郑新宇一大家子过来了。郑新宇的妈妈、哥哥和嫂子没打过招呼，直接住进了我买的婚房。我到家的时候，看着一屋子的人都傻了。郑新宇愧疚地将我拉到一边，抱歉呐，宇杰，我妈他们突然来晚了，要不你别去扫墓了。我皱着眉，1年也就去1次的事情，怎么能说不去就不去？不行，我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了。我让人陪你家里人玩，你和我回去扫墓。我老家离这里也就只有2个小时的车程，最多也就耽误1天。可郑新宇的脸一下子就沉了下来。我家里人来了，你不想着怎么讨他们的欢心，还想着你家那点事情，你太不懂事了。你家又不是只有你一个孩子，你哥不也是你家的孩子，都有你哥了。你一个快要嫁出去的女孩凑什么热闹？我也生气了，一下子甩开他的手。那你呢？带着一群人住进我的房子里面，问过我的意见吗？本来都说好了和我一起去的，什么都准备好了，你又反悔。再说了，女孩怎么了？哪来的封建余孽女孩不能一起祭祖？我家一向开明，我爸妈都是一碗水端平，没有因为我哥是男孩子而对他有所优待，更没有因为我是女孩子而亏待我。所以无论是出钱还是出力，我都是和我哥均摊。眼见我生气了，郑新宇急忙哄我，是我刚刚考虑不周了，你要去就去吧，等我们以后有空了，我再陪你去。我妈他们来的匆忙，也没订到酒店，所以我才……行了，我打断了郑新宇的话，下不为例。我对郑新宇是有感情的，当年他追我轰轰烈烈，整整持续了大半年，恋爱后更是体贴入微。这种男人现在已经不多见了。生气归生气，但是郑新宇妈妈在这，我还是给足了他面子，也没逼他和我一起去扫墓。出门之前，我还特地让助理给郑新宇一家报了一个周边的1日游，但助手却说他们一家拒绝了。我那时候还奇怪，不是说来玩的吗？但现在看起来是早有预谋，真是好大的一张网啊！开锁师傅来得很快，拎着一大包的工具就来了门口。你要干什么？门里传来李春菊惊恐的声音。我告诉你，我们这里有老人有孕妇，出了事有你好果子吃。开锁师傅惊恐地看向我，我攒了一肚子气，恶狠狠道：给我开，用电锯锯开。林香香在里面大喊：哎呦，救命啊！儿媳妇要害自己的婆婆了，有没有天理呀？砰的一声，我将刚刚下楼买的菜刀狠狠砍在门上，发出巨大的声音。郑新宇冲着我喊：苏雨洁，你在发什么疯？我嫂子怀着孕呢，你想害死她吗？要不我用其他方法开门吧。开锁师傅有些汗流浃背了，小声建议道：也不一定要用电锯，就要用电锯。我毫不客气，我加钱。电锯启动，发出巨大的声音，噼里啪啦的火光在门缝里异常明显。我们开门还不行吗？郑新宇一家急忙求饶，现在求我晚了。我指挥着开锁师傅将我的门一点点锯开，随着巨大的倒地声，门一开，
开锁师傅钱都没来得及要就跑了。我终于能进门了，但迎接我的是郑新宇用力的一个耳光。你反了天了是吧？还找人锯门？我妈和我嫂子还在呢。我被打得脑袋发懵，耳朵一阵嗡鸣，喉咙间有了腥甜的味道。我直接一巴掌狠狠还回去，手都疼了。郑新宇的哥哥见弟弟被我打了，抡圆了拳头想来揍我，我直接将手里的菜刀剁在了一旁玄关的桌子上。你动我一下试试。郑新宇一家被我吓了一跳，急忙团在一起往后躲。我拿起菜刀，一步步往前走。你们一家什么意思？不给我开门，想抢我房子是吧？别张口闭口你的房子。李春菊语气嘲讽，不就是个没爹妈的玩意，有个房子了不起？我冷笑，彼此，难不成你又给郑新宇找了几个爹？李春菊被我哽住，半晌说不出话来。苏雨洁，给我家人道歉。眼见自己妈被骂，郑新宇开口道：你要嫁进我们家，就要守我们家的规矩。今天你不听话，这就是给你的教训。我几乎不认识眼前的人了。喝了几斤啊？说这种胡话。郑新宇义正辞严：三从四德，出嫁从夫，婆家为尊。你还要多学，以后我说东你就不能往西。这次你不听我们家的话，执意插手你娘家的事，我不多计较。锯门冲撞我妈和我嫂子不行，明天和我去公证处，把这套房子转到我妈和我嫂子名下，当作赔罪，否则我不会娶你的。郑新宇一副拿捏了我的样子，都快让我以为我有什么把柄在他手上，而他身旁的郑家人却是一脸赞同，仿佛我是什么十恶不赦的罪人。可讽刺的是，他们现在在我家吃我的住我的。李春菊手上是我的祖母绿手镯，他嫂子戴着我的澳白项链，却让我滚。眼看这一家人大有要逼我就范的样子，我拿起刀躲回了自己的房间，将门反锁，反手直接报警。喂，你好，这里有人强占我的财产。警察来得很快，一开始郑新宇一家还咬死没什么，都是家庭纠纷，但得知我是一个人在这座城市的女孩子，再加上我们还没结婚，就一下子知道了大概是怎么一回事。婆家人想拿捏媳妇这件事情太常见了，警察狠狠地斥责了在场的郑家人：胡闹！不管你们结没结婚，这房子都是人家小姑娘自己的，你们哪有权利不让人家进来？郑家人刚刚还火气十足，现在却熄了火，一个个低着头，什么话也不说。我冷笑：还有呢，我的珠宝首饰也给我还回来。警察皱起眉：你们还抢了人家的财物。眼见如此，李春菊只能摘下了手上的镯子。林香香也不情愿地将项链摘下。没了？我问。李春菊眼神飘忽：都在这了。我不客气地冲进了他们的房间，拿出他们的行李，把里面的东西抖了出来。我的钻石戒指、宝石项链、大金镯子七七八八地散落了一地。眼见事情败露，李春菊直接哭倒在地上。哎呦，儿媳妇孝顺婆婆不是天经地义吗？拿一点点首饰都要斤斤计较。郑新宇，你看看你娶的好老婆，以后要把你家人都扫地出门的。郑新宇的哥哥和嫂子则围着老太婆团团转。妈，你没事吧？都怪二弟娶了这个搅家精。我看着面前唱戏的三人，几乎都要笑出声来。我冷声道：第一，把我的所有财物归还回来，否则别怪我不客气。第二，我和郑新宇今天就分手，以后别让我看到你们一家。第三，带着你们的东西滚出我家。以前是我没看清这一家人的真面目，现在看清了。
我肯定要及时止损。眼见我来真的，郑馨予完全没了刚刚的嚣张样子。雨洁，都是一家人，你何必呢？你以后是要嫁进来的，今天我们是有不对的地方，你要体谅我们。嫁进你家，我冷冷打断他的话，都闹到这个份上了，你觉得我们还能结婚？我告诉你，别想着结婚了就能拿捏我，不看看自己什么货色。郑馨予叹气，行，我知道你在气头上，但是我家里人刚来，你让他们在这再住几天吧。看起来郑馨予还以为我只是生气，根本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我转身直接对着警察说，我要立案，我要告这家人侵占我的财产。哎呦，不行不行，不能报警，会毁了我儿子的前途。郑馨予咬咬牙，终于松口。好，我们今天就搬走。我打开门，直接将郑家人的东西一股脑扔了出去。滚！在我和警察的注视下，郑家人不得不离开，郑馨予却还站在原地。我拿起一旁的菜刀指了指他，你也一样，这婚我不结了。郑馨予还想说什么，但和他妈对视了一眼，却突然得意洋洋地走了出去。走就走，苏雨洁，我告诉你，过不了多久你会哭着回来找我。赶走了郑家人之后，我直接打电话给我哥。哟，终于想起我来了。我哥漫不经心的声音传来，咋了？郑馨予不要你了？你想起来给我打电话？我哥还是一如既往的嘴贫，但不知为什么我听到了却莫名的委屈。我一直没落下的眼泪决堤。哥，我不结婚了，他们家都是混蛋。我哥听了，直接甩给我一句，别哭了，找个酒店住，等我过去。2个小时之后，我哥带着嫂子直接从老家杀了过来。嫂子是我的闺蜜，一路上我已经将事情的完整经过都说给了他们听。本来我哥对郑馨予爽约给我爸妈扫墓的事情颇有微词，现在更是火冒三丈，不接了。我妹妹受不了这委屈，我哥气得跳脚。嫂子已经打电话给婚礼策划取消婚礼，通知宾客婚礼取消。别怕，哥会保护你的。我哥收起了往日的玩世不恭，将我揽进怀里。自从我爸妈早逝，我哥就承担起了我整个青春家长的角色。初潮时，我哥红着脸给我科普知识；上大学时，我哥帮我参考志愿。大学4年，我的学费也都是他出的。就算你一辈子都嫁不出去，哥也养你一辈子。我哥和嫂子在我们这里住下来了，每天接送我上下班，生怕郑家人找我麻烦。但千防万防，还是没能防住郑家人无耻的程度。我上班的时候，助理慌慌张张地冲出来，雨洁姐，出事了，你前男友带着一大堆人上门闹事了。我刚到门口，就见到一堆同事围着郑馨予一家。李春菊在门口哭天抢地，天理难容啊！媳妇把婆婆赶出门去了，我们一家人只能睡桥洞。见我出来，林香香直接拉住了我的衣袖，跪在地上：“雨洁呀，都是我和他哥不好，住了你的房子，要赶就赶我们走吧，别为难妈和馨予了。你现在请帖都发了，彩礼也都拿了。”现在悔婚不是要我们家的命吗？在他们这么一通避重就轻、颠倒黑白之后，我直接成了为难婆婆、骗人钱财的坏儿媳。同时看我的眼神也都变得复杂起来。眼见自己的计划得逞，郑家更是得寸进尺。郑馨予上来拉起我的手：“雨洁，我知道你在生气，但是孩子是无辜的。”我有些懵了，哪来的孩子？郑馨予见我不说话，凑到我的耳边轻声说：“我都知道了，你怀孕了，而且你不可能不要他的。现在乖乖认错，把房子转到我的名下，我就还能娶你。
要不然你就等着做没人要的二手货吧。这个房子就当做你给我们家的赔罪。等我们结婚了，你名下的钱还得拿给我买辆车，否则你就等着当单亲妈妈吧。说来说去，又是房子和钱。郑家人以为我怀孕了就能拿捏住我吗？做梦！李春菊上来拉住我的手，雨洁，别和妈怄气了，你都怀孕了，可不能让孩子没有爸爸呀。我笑着开口，哦，你们怎么知道我怀孕了？我和郑新宇每次都做错事，怎么可能怀孕？郑新宇的眼睛转了一圈，把矛头指向刚刚还在拱火的林香香。我嫂子告诉我的。林香香眼见大家看向她，嘴硬道：“我看得准准的，2道杠呢，而且她还作呕。弟妹都怀孕的人了，你就低个头，要不然你还想大着肚子当二手货吗？”我算是明白了，郑新宇一家以为我怀孕了，想借着孩子拿捏我，甚至因为我会为了孩子做出让步，把孩子给他们。确实，我之前就被医院查出来，内膜比较薄，不易受孕，怀了稍有不慎也很有可能流产。但是自从确定要结婚生子之后，我都在努力备孕，调理身体。林香香看到的2道杠的试纸是我用来监测排卵的，而我呕吐纯粹是肠胃不舒服。我甩开郑新宇母子，拉着我的手，谁说我怀孕了？你们家这种贱种，别想让我生。反转来得太快，一时间郑家人都没能反应过来。林香香上来拉住我的手，小苏啊，我都看得清清楚楚，不可能有假的呀。郑新宇扑通一声也跪在地上，雨洁，我知道你看不起我家穷，但那孩子是无辜的，你不能不要他呀。我往后退了一步，生怕这个晦气玩意碰到我。谁和你说有孩子你找谁要啊？反正我这里没有。我踩着高跟鞋俯视着郑家人，傻缺，想拿捏我。2条杠是我监测排卵的试纸，呕吐是我不舒服，和怀孕没有半点关系。没文化就多读书，算计人都算计不明白。身旁的女同事小声开口：“是爱，昨天雨洁姐还找我借了卫生棉，不可能怀孕吧？”一听到这个话，郑家人完全乱了阵脚。郑新宇知道我没说谎，整个人都呆住了，半晌才反应过来，西行到我身旁：“雨洁，我错了，是我不好，我是被猪油蒙了心。”李春菊也上来拽我：“哎呦，好儿媳，我们也是一时糊涂，你看看，都是你嫂子乱说，才让我们有误会。赶来的安保将我和郑家人隔绝开来，没给他们半点碰到我的机会。现在认错，不让我给我爸妈扫墓的时候怎么不认错？把我拦在门口不让进的时候怎么不说？刚刚你们怎么说的？要我把房子给你们一家，否则就让我做没人要的二手货。我将丑事全都说出来，现场的人鄙夷的目光几乎要把郑家人给击碎。那都是玩笑话，怎么能当真呢？郑新宇一脸尴尬，解释却苍白无力。我看着满脸后悔的郑家人，心里有了一点异样的感觉。从前我也以为郑新宇会是一个不错的老公、父亲，但现在无一不在提醒我识人不清。彩礼我全数退还，嫁妆我也不会给你们，我们2家两清，婚礼取消，损失我来承担。你们家别来碍我的眼，再敢来骚扰我，我就把你们一家干了什么样的事情给爆出去。郑新宇还想挽留我，雨洁，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舍得吗？这件事我是有错，但过日子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我都快控制不住自己想打人的心了。眼见我铁了心，郑家人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瘫在原地。李春菊突然回过神，直冲冲地冲向了躲在后面的林香香。
贱货，都是你，都是你搞不清楚情况，还瞎出馊主意。现在钱也没了，房子也没了，我儿子老婆也没了，你就是个扫把星。李春菊伸手就要打林香香，林香香闪躲不及，结结实实的挨了一个耳光。妈，别打我，我怀着你孙子呢。红了眼的李春菊哪里听得进他的话，左右开弓，又给了林香香几个巴掌。林香香的肚子狠狠地卡在了一旁的墙上。我的肚子！林香香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声，鲜血顺着她的大腿流下，现场乱成了一锅粥。120过来的时候，林香香已经昏了过去，估计孩子也没了。看着林香香的下场，我有些唏嘘。这些恶人做坏事，最后还是报复到了自己身上。幸好我在婚前看清楚了这一家的面貌，否则我都不知道会落得什么下场。郑家人彻底消失在了我的世界里。我哥动用了家里的人脉，在行业里封杀了郑新宇，把他赶回了老家。但我哥嫂不放心，还是每天准时接送我上下班，生怕我出了半点岔子。但百密终有一疏，一场大雨把我哥堵在了高架桥上，我只能自己在公司等他。突然整个公司一暗，有人拉了公司的电闸，我心里一沉，下意识想要起身，头部却传来剧痛，一下子就失去了意识。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整个人都被反绑在一张椅子上面。林香香见我醒了，上来就给了我一个巴掌。贱货，都是你，都是你害我！也就半个月没见，林香香整个人都憔悴了不少，脸上还带着青紫色，一看就是挨打了。我看向半开的窗户，外面是黑漆漆的一片，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点山的形状。见我看向窗外，林香香起身将窗户锁上，别想着逃，这个地方没人能找得到。随即她又是狠狠的一个耳光抽在我的脸上，要不是你，我怎么会流产？那都是个成型的男胎了。算命的说过，我这胎是龙子。我一口痰吐在他的脸上，你流产是我打的吗？冤有头债有主，谁害你你找谁？谁他妈让你说话了？林香香见我反驳，还想再给我个巴掌。行了，别打了，再打到时候出事了。李春菊拄着拐杖走进来，先办正事就好了。他举起拐杖，用力地拍了拍我的脸，贱蹄子，要不是因为你，我们早就过上好日子了。郑新宇和他哥从外面拿着几张纸进来，拍在桌上，签。我看着桌上的文件，一张张都是要转移我的财产的协议。我皱着眉，你们绑我就是为了我的钱，要不然呢？林香香语气得意，你不就是这点用？郑新宇来到我身边，我不是没给你机会，哪天你要是乖乖把房子给我了，以后和我结婚，孝顺我妈，我不会亏待你。是你自己不听话，害了我侄子，又在行业里面封杀我，是你做的太绝了。我嗤笑，把你逼上绝路的不是你自己吗？郑新宇被我戳中了痛处，狠狠给了我一巴掌。现在在老子的地盘上，说话客气点，要不然我有你好看。林香香上前，快意地开口，是啊，我告诉你，你现在乖乖签了，否则……行，我签。我爽快答应。这个时候硬来是没有用的。郑家人把我松绑了之后，又再次将我绑好。妈，现在他也没有利用价值了，不如让他去给我儿子陪葬。林香香悠悠开口，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刀。发什么疯？李春菊开口，我们就是要钱，没打算要他的命。林香香不服气，那到时候他出去报警怎么办？郑新宇搓着手上来摸我的脸，我们自然有其他的办法。李春菊从口袋里摸出手机，递给了郑新宇，拍点照片，他要是报警就发出去，我们鱼死网破。
我几乎瞬间明白，他们这是想毁了我。李春菊的声音传来，带上了诡异的扭曲。小丫头敬酒不吃吃罚酒，让我们家丢脸，那就该受惩罚。林香香有些担心，妈，不会玩脱了吧？万一他又报警？李春菊抬手给了林香香一巴掌，畏畏缩缩的，都到了这一步，还怕拿捏不住他吗？林香香不情不愿地闭嘴，眼睛淬了毒一样的看着我。我抬眼就看见了郑家人上下在我的身上打量，像毒蛇一样在我的身上游走。我听得几乎要作呕，心里期盼着我哥可以快点带人找到这里。我刚刚无意间看到了一眼郑欣宇手机上的时间，距离我被绑架才过去3个小时，我们应该走得不算远。我哥找到我也是时间问题，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拖住时间，等待我哥找我。我身上的手机、钱包和首饰全都被这一家子人洗劫一空。一家人把我关在房间里面，就去吃饭了。没有手机和钟表，我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未知的恐惧极限放大我的感官刺激，每一分每一秒，我都觉得自己像是在刀尖上一般。嘎吱一声，门突然开了，林香香走了进来，她的五官都扭曲了，恶狠狠地盯着我：“你个贱货，都是因为你，我才被打。现在我就让你好看。”她看着周围没人，手上拿出一根针，一下一下地扎在我的手上，十指连心。手上的剧痛让我忍不住喊出来，刚出声就被林香香用一块湿臭的毛巾给堵上。叫什么叫？都是你害死我儿子，勾引我老公，去死去死！不知道过了多久，林香香拉出堵着我的嘴的毛巾，开始扒我的衣服。不是爱勾引人吗？那就让大家都看看。她掏出手机就要拍我狼狈的样子。我觉得林香香疯了，急忙和她求饶：“他们都这么对你了，现在只有我能帮你。”林香香的动作停了下来，狐疑地看向我：“你说什么？”我知道，如果他们一条心，那我是绝对拖不过今晚的。现在的办法就是分裂他们。我凑过去，小声地在林香香耳边道：“你想，他们转走了我的财产，和你又有什么关系？”林香香不说话，示意我继续说下去。这样，你去再搞一份财产转移协议，今晚你就走，我把我名下2套房子都给你。林香香甩了我一巴掌：“你别给我耍花招，我知道你坏主意多得很。”虽然他还是嘴硬，但可以听出他已经动摇了。当然，我也不是没有要求的。我循循善诱，我给你签个谅解书，你绝对不会有事。但是作为交换，你拿到钱后得替我报警，把他们3个都抓进去。你想想，他们有了钱以后，你就没了利用价值，肯定把你踹了。你有了钱，还能摆脱他们，你以后就不用过这种苦日子了。我就不相信了，林香香过这种苦日子，天天挨骂挨打，甚至孩子都是被婆婆害死的，会一点怨言都没有。林香香开始在房间里面踱步思考，我也不说话，安静地等她思考。果然，不一会儿，林香香就出门了。没过几分钟，又拿了一叠纸进来，签。林香香还是上钩了。我依次签好赠与协议和谅解书道：“今晚我帮你吸引住郑家人，你明早一早去公证，然后让我哥来救我。你要是敢耍手段，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林香香恶狠狠地警告我，然后哼着歌出了门。等到郑家人酒足饭饱，一身臭味来找我的时候，林香香没有跟着，估计已经跑远了吧。我讥笑着，终于开口：“还想着我呢。”林香香刚刚逼我签了财产转让协议，搞不好现在都快到城里了。什么？郑家兄弟的酒意瞬间醒了大半，2个人急匆匆地冲出去，
他妈的，这个死婆娘真的跑了！郑新宇的声音传了进来：“哥，我们快去追，去迟了可就来不及了。”李春菊也冲进来，二话不说给了我2个巴掌。贱蹄子，他叫你牵你就牵！我佯装慌张，那我能怎么办？他拿着刀逼我呀！郑新宇已经开着摩托车出来了，哥，上车！汽车被林香香开走了。妈，我们去追他，你看好家里这个。郑新宇和他哥火急火燎的就走了。李春菊来到房间，将我再次绑好。你别给我耍什么花招，我告诉你，你再有什么小动作，等他们把林香香抓回来，我连你们2个一起打。我不说话，安静地缩在里面点头。李春菊也睡不着了，索性搬了一张椅子在我身边坐下，死死地盯着我。我被他盯得头皮发麻，心里不断祈祷我哥能快点来。但我突然发现，这次李春菊绑得比较下面，可以让我摸到后面桌子上的戒指，那是一个带小刀片的防身工具。我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蹭过去，将戒指拿到手，拧开上面的盖子，用刀片一点一点地割开后面的绳子。不知道过了多久，绳子终于被我锯断了，我的双手重获自由，但是脚仍然被捆住。远处隐隐约约传来汽车的声音，我问道：“有人来了？”李春菊瞬间打起精神，竖起耳朵认真听，果然有汽车的声音，声音越来越近。我也不能知道是郑新宇回来了，还是我哥来救我了，又或者都不是。李春菊站起身，小心翼翼地走出房门，似乎是想要观察，但出去时他还不忘把门给锁上。趁着这个机会，我急忙解开脚上的绳子，打开一旁的窗户，心一横，直接往下跳。苏雨洁，你疯了是吧？2楼你往下跳，腿不要了。就在我要往下跳的时候，楼下传来我哥的声音，明明只是几个小时没听到，却让我觉得恍若隔世。我哥朝我喊道：“郑新宇一家都被抓了，你下楼，哥哥带你回家。”林香香刚到附近的镇上就被按住了，原因是我哥一看我电话没接，人找不到，就直接去报警了。警方一路排查，很快就找到了我们的所在地。郑新宇和他哥一路跟着过来，也直接被一锅端了。在郑家一家子被抓了之后，我去看了他们一次，那些财产转移的证明是胁迫了我后才完成的，根本没有什么法律效力。李春菊一见到我，还是狠狠地咒骂我：“贱货！如果不是你，我们哪里会变成今天这样？”我不屑嗤笑：“和我有什么关系？不是你们贪心才会落得这个下场吗？”郑新宇跪着求我：“雨洁，雨洁，我们谈了2年，已经有感情了，你怎么舍得我这样？我有谅解书，凭什么抓我？”林香香也没能被放过，毕竟他们的罪证可是实打实的摆在这里，没有一点反驳的余地。我看着像是过街老鼠一样的4个人，只扔下一句：“坐牢吧你们！”一切结束之后，我和我哥带着花果再去看了我爸妈。风轻轻吹过，像是一双手抚摸着我的脑袋。我哥问我：“你还记不记得爸妈在世的时候说什么来着？”我没有丝毫犹豫，爸妈说无论怎么样都会保护我们。后来在他们病床前，我哥拉着我的手：“爸妈，你们放心，我以后会照顾好妹妹的。”我爸妈和哥哥都没有食言，如果不是爸妈，我不会见识到郑家人的丑恶。如果没有哥哥，我也可能无法逃脱这个火坑。我哥摸了摸的头：“是啊，哥哥在，会保护你一辈子的。”是啊，我爱的家人都在保护着我，又有什么能伤害我呢？故事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恋爱第7年，
周恒在外面养的娱乐圈小花，在我面前耀武扬威。姐姐，我周恒都2胎了，他该理会还没碰过你吧？这7年你可真没用。我直接转手录音，让傅燕和小花身败名裂。至于这7年，我当然没闲着。我看着手中被收购的江氏集团，能生孩子算什么？我能挣钱暴富，富可敌国的那种富。姐姐，我和周恒都2胎了，他该理会还没碰过你吧？这7年你可真没用。周恒是我的未婚夫，和我恋爱7年，也出轨了7年。面前耀武扬威的女人叫江安安，从18线一跃成为顶流的娱乐圈小花。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难道里知道我和周恒已经订婚了吗？我带着哭腔指责面前的人，委曲求全的样让江安安笑得更加猖狂。啧，像你这种人就应该有自知之明，别再缠着周恒，早点滚蛋。江安安踩着高跟鞋瞥了我一眼，扭着屁股走了。我擦了擦眼泪，随手从包里掏出了录音机，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喂，明日娱乐吗？我这有瓜爆料，保真哦。当然，价格好谈，生意人动作都很快。比如我前脚刚收到50万，后脚周恒出轨的消息就登上了热搜第3。居然李氏第1，看起来江安安的影响力就这么垃圾。我登上自己的账号，果然后台已经被留言堆满，有艾特我去听录音的，有安慰我的，也有江安安的粉丝让我赶紧死，给江安安腾位置的。宋小姐，记者发布会已经准备好了，宋家和周家是世交，我与周恒的联姻也是双方家长看好的事。出了这种丑闻，一般需要双方一起出面澄清，但这一次我要抢先一步，占据道德制高点。一出场，台下记者的闪光灯噼里啪啦闪烁一片，我搓了一晚上才搓得红肿的眼睛，生理反射地冒出眼泪来，再配上故意擦白色号此刻苍白的脸，整个人看上去憔悴不脆弱。宋小姐，请问你怎么看待周恒出轨江安安这件事？宋小姐，请问这会影响到你们之间的联姻吗？记者们前仆后拥，想要从我嘴巴里挖到更多讯息。抱歉让这些事占据公共资源，占据大家的时间。我声音沙哑，小声哽咽着。我也没想到，正在7年，周恒表面上和我谈恋爱，背地里李锦出轨，孩子还那么大了。这些年，无论周恒想做什么，我都无条件支持。他说里喜欢我浓妆艳抹，我就保持素颜。他说他喜欢传统的婚姻关系，我就去学着做饭。我抽泣着，似乎已经说理下去。但是昨天见到江安安，我什么都明白了，他只是里爱我不已。既然是这样，周恒，那我放你自由，你可以和你喜欢的人在一起了。我丢下这句话，神色落寞地离开，留给无数摄像头一个委屈到人神共愤的背影。我嘴角勾起一抹弧度，理就是演戏吗？我相信我的演技绝对比江安安好得多。宋曼，你什么意思？开记者发布会为什么没通知我？你知理知道这个时候要大局为重，否则会影响到公司股价的。记者发布会没开多久，周恒就闻风赶来，推开门，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指责。大局为重，共同利益。我看着周恒，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我起身，抬手一杯咖啡泼到了周恒的俊脸上。你疯了？周恒有点失态，估计是丑闻让他的日子里太好过。周恒，你最好立刻消失在我眼前。我笑着周恒滚。慢慢，周恒深吸一口气，努力压抑着怒火，面上又扯出那抹虚伪的笑容。
他走到我面前，握住我的手，曼曼，你就理能原谅我一次吗？我们的婚事是两家定下来的，你理是爱我吗？我错了，我以后理会再让你难过了，好理好。周恒那副浪子回头的模样，让我看着只想吐。周恒，在知道你出轨的那一刻，我就理爱你了。我这人有洁癖，这辈子都理会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7年前，一次雨夜，我开车回家，路过一所幼儿园，意外见到了周恒和江安安，两个人牵着一个小女孩的手，爱得像是一家3口。从那时开始，我就对周恒没了想法，但我凭什么给小三让位？周家未婚妻的身份的确给我带来了礼少便利，也许是周恒心虚，在我调动他手里的资金投资自己产业时，周恒并没太多意见。曼曼，我理想你这么累，这种事情我去做就可以。成婚后，你就安安心心被我养着，好理好。我负责挣钱，你负责开心就好。周恒很喜欢扑我，就像市里让我化妆，说是因为喜欢我素颜。我的漂亮只需要他一个人知道就可以，比如告诉我他经常理陪我是因为为我们的未来奋斗，我应该理解他。对于周恒的话，我全当狗叫。在他和江安安在床上互诉情长时，我在写字楼里研究着公司运转。7年的时间足够我做太多的事，也足够我挣足够的钱。钱挣够了，就是周恒该破产的时候了。7年为限，丑闻的事让周恒的企业股票受到严重影响。不，我也高薪挖了他们公司的一批员工。高薪的前提条件是举报周氏企业存在税务问题。我曾经调查过周恒和江安安的资金往来，大量的资金流已经超过了正常范围。唯一的解释就是周恒动用了公司资金，拿着钱给江安安砸出一个明星之路。税务稽查上门的时候，周恒终于意识到这场报复刚刚开始，惊慌失措地跑到我面前，希望我能给他一条活路。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曼曼，你对我就这么狠心吗？没有上次的趾高气扬，也没有上次的故作温柔。此时的周恒宛若一条丧家之犬。有啊，好处可多了。看着周恒这副样子，我只觉得痛快。周氏破产对于我来说没什么影响，不且我还打算低价收购周氏。曼曼，我们李要吵架了，好理好。我真的是被骗的，我李是有意要背叛你的。当初是江安安给我下药，那种女人为了上位理则手段，我已经和她划清界限了。周恒是真的急了，他一把拉住了我，跪在我面前，哀求着我救救他。曼曼，你救救我，我理想坐牢。勾引，我像是听到了什么可笑的事，蹲在周恒的面前，看着面前的男人，我只觉得一阵阵的恶心。我以前怎么会看上这么虚伪的东西？我掏出手机，从网盘中调出一张张照片给周恒看。这就是你说的勾引？那只能说江安安床上技术真理错，能让你心里甘情理愿的，还让她怀孕2次。那些照片是我这些年让狗仔拍下来的。周恒和江安安的出轨记录，有一起出去旅游约会的，也有在酒店里的照片，甚至还有几张交缠在一起的裸照。你那个爆料，宋曼，这一切都是你策划的，你早就想毁了我。你说的没错，我就是在报复你。我拿着手机拍了拍周恒的脸，出声警告：你最好安分点。你也理想这些资料全部出现在全市新闻媒体的桌上。周恒双眼布满血丝地盯着我，突然像是一只疯狗扑上来就要掐我的脖子。我利落地翻身，一脚踹中周恒的腹部。看着蜷缩成一团的无用男人，我无辜地眨了眨眼睛。哦，忘记告诉你了，
7年，我还学了自由搏击，你看，现在礼就用上了。我让人盯着周恒，以我对周恒的了解，他绝对理会善罢甘休。宋小姐，这些日子周恒很安分，他的资金出现问题，目前被赶出家门，和江安安住在出租屋里。从私人侦探那里，我随时能得知江安安和周恒的一举一动。李过，周恒接触了几个媒体，看样子想学你的样子，利用舆论趋势。我的小号一直关注着江安安的小号，以前这个小号里总是发布他和周恒秀恩爱里露脸的照片。自从东窗事发，这个小号就成了江安安卖惨的地。倒是有李少脑残粉同情江安安，觉得我得寸进尺，棒打鸳鸯，正义总会到来的，大家也会看见真相。我念出江安安刚发布的博文，嘴角勾起一抹弧度。要是他们说的是真相，那江安安何苦关闭评论区呢？果然小三就是小家子气，处处都透着做贼心虚。可惜他从我这没偷走什么宝贝，就捡走了一个垃圾。当天下午，网络上出现了一段音频，紧跟着的是周恒直播澄清。我里知道曼曼为什么这么做，居然用剪辑后的录音污蔑我。我和江小姐清清白白，我想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曾病里小心撞见曼曼。算了，里说这些事情了。周恒在直播里哭得声泪俱下，李知道的还以为我干了什么对李起他的事，不，他只是一个深爱我，无论我做什么都原谅我的好男人。他放出的那段音频是经过处理的，将我曾经一些和他的通话录音打乱顺序放在里面，听上去倒像是我自导自演了这一场戏，就是为了博得舆论同情。这就是豪门世家吗？太可怕了！宋曼简直就是现实版黑寡妇。我闻到了阴谋的味道。宋曼先放出丑闻，后周恒的公司就爆出税务黑料。宋曼该理会一开始就冲着周恒的财产去的吧？周恒也太惨了。网络的风向因为周恒的直播不发生感觉，有随风倒的墙头草，也有等待着下文的吃瓜群众。整个夜晚，我与周恒的名字挂在热搜上久居里下，真够没出息的。我看着周恒的小号一晚上里断上线，偷窥我的动态，心虚成这副样子，能干什么大事？估计一丁点儿风吹草动都能把周恒给吓死。曼曼，我们里要再闹了。好里好。第二日，周恒打通了我的电话，语气里带着沙哑难过，深情款款的声音，似乎已经忘记前几天我给他的那一拳。周恒，你是穷的脑袋坏掉了，你刚诬陷完我，还想回头？有的时候，我真想看看周恒的脑子里，除去黄色废料，还有没有别的东西。曼曼，我只是一时冲动，网络上骂的那么难听，只要我们复合，网络上议论一段时间，他们就忘掉了。曼曼，我难听？周恒，你耐心等着，还有更难听的等着你呢。我冷笑着挂断电话，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里面是2份来自鉴定机构的鉴定书，一份证明之前网络上流传的江安安小三上位的原录音没有任何剪辑的痕迹，另外一份证明周恒上传的那份录音是经过剪辑处理的。我就说，周恒的行为纯粹是自掘坟墓。我给公关部门打了个电话，让他们将相关资料给媒体发一份。看着热搜上那条狠毒女人宋曼的热搜，我眼底满是跃跃欲试。看起来周恒海里算穷，居然买得起热搜。李过，我里介意送他再上一次热搜。我拨通了一个电话，电话接通的瞬间，我哭着开口歪：110吗？我要报警，告人名誉侵权和诽谤。我报警了，警察的公告
和一段视频，以及2张鉴定书，明晃晃地排列在一起，挂在了一起。如果说录音可能让事情存在偏差，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份现场视频足够说明一切。不，我也学着他的样，在网络上发布了一段文字。原本想着2家是世交，我理想闹得太难看，但你居然诬陷我，你真的要让我把一切都说出来吗？文字之下，一群吃瓜的网友上蹿下跳，一个个都希望我把丑闻全放出来，锤死周恒这个渣男。真的是前有陈世美，后有周渣渣，看到没有？女人千万里能恋爱脑，周恒这是啥人啊？姐姐，放弃渣男，回头是岸。姐姐看看我才23。舆论风向逐渐开始偏向我与周恒的事，显然成为一场全民狂欢。宋总，江安安来了，在门口闹事，还带着孩子，我让保安赶了，但没赶走。助理面上满是嫌恶和为难，显然看理上江安安这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行事风格。一个小三还有脸带着私生子跑到原配面前闹腾？走，去看看我们江大影星唱的是哪出戏。我手机随手塞在口袋里，起身往外走。我一点都理怕周恒和江安安闹腾，闹腾得越热闹越好。乘坐电梯下到1楼大厅，就看见江安安站在门口的小广场上，周围围了一群路人。我们让他进来，他也理进来，分明是要卖惨给别人看。助理压低声音在我耳边嘀咕：知道了。我微微颔首，收敛了笑容往外走。慢慢姐。江安安见到我，那双漂亮的眼睛立刻浮上一层水雾，眼泪滚落下来，哭得楚楚可怜。她屈膝跪在我面前，夹杂着哭腔哀求着：我求你了，你给我一条活路，给孩子一条活路，好离好，孩子是无辜的呀。江安安是娇娆的长相，但自从江家破产后，江安安就跟着周恒蜗居在出租屋里，此刻神态疲惫倦怠，狼狈里堪，挺着一个大肚子，看上去格外可怜。我挑挑眉，目光落在江安安肚子上，算算日子，江安安似乎快生了。我后退一步，离江安安远点，省得这人碰瓷，让我背上一条人命。你走吧，我理想见到你，我已经成全你和周恒了，你还想怎么做？理就是演戏，理就是卖惨。江安安会，我也会。我红着眼眶，任由身侧的助理扶着，一副被江安安逼迫的理直所措的样。就是江小姐，你已经和周总在一起了，周总自然会养着你们，哪来的让宋总给你一条活路的说法？再说了，你这怀着孕，万一出了什么事，我们可说理清。助理李逵是我亲自挑选的人，巧舌如簧，所有理合是我说出的话，他像是倒豆子一样全部冒出来。姐姐，我知道你理会原谅我让孩子给你磕头，求求你收手，理要再针对我和周恒了。江安安很聪明，对于助理的话他并理辩驳，也理去狡辩自己到底是理是小三，直接拉着自己的大女儿，让小姑娘直接跪在了我的面前。当初宋家很多资源都是周恒给的，无论你想做什么，周恒就算再困难，也会抽调资金支持你。姐姐，你真的要这小小的错误就让周恒万劫里负吗？江安安声泪俱下，一旁的孩子也哭得上气里接下气。就在此时，周恒从人群里走了出来，合着这俩联手给我唱一出戏呢。慢慢，周恒没有去扶江安安，反步走到我身边，伸手想握我的手，被非常有眼色的助理侧身挡下。慢慢，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但是我真的知道错了，你还爱我的对里对。周恒脸上挂着那虚伪笑意，
温润的像是只浪子回头的小羊羔。如今江家破产了，江安安被赶出家门，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她还怀着孕。周恒见我脸色礼善，低声叹气：“我真的理再会和他有任何关系，给他一笔分手费，我们以后好好的过日子，好离好。”得，现在我算是听出来江安安和周恒演的是哪一出戏了。分手费你给吗？我看着周恒，理气也理恼。我早已理会因为周恒的无耻，不气着自己，看我在问什么奇怪的问题。你作为孩子的父亲，当然有赡养的职责。慢慢，周恒上前一步，用难过却又深情的目光看着我。我后退一步，指着那只有8岁、哭得昏天暗地的小姑娘：“江安安，你看清楚，这是你的亲生女儿。你今天让她跪在这里，所有人都会知道她是个私生子，她妈妈是个李要脸的小三。你让她跪在这里，恶心的是她自己。你觉得她会理会记一辈子？”小女孩顿时里哭了，面颊骚红一片，明显开始感觉到羞耻。也许她年纪还小，并里知道自己做的事意味着什么，但周围人的议论也让她知道自己做的事是理对的。妈妈，小姑娘抽噎着拉着江安安的衣袖：“妈妈，我们回家好离好。”小女孩的声音听上去软软的，让人心里觉得酸涩。江安安却烦躁的一巴掌扇在了小姑娘脸上：“回什么回？你奶奶说的没错，你就是个白眼狼。我是你亲妈，人家几句话就把你给策反了。”我看着跪在那的小姑娘，有一些离忍，却没直接出手干预。我里能让江安安看出任何把柄。小张，让保安过来。我朝着身侧助理吩咐，如果他们还离走的话，直接报警。是的，宋总。李是一家人，李进一家门，周恒家重男轻女，这是我一直都知道。以前每次去他们家，周恒的妈总是拉着我，凑在我耳边偷偷说一些生儿子的秘方。李知道的还以为周家有王位继承，估摸着江安安生下来第一个孩子，周家都没让她入门，8成就是因为第一个孩子是女儿。江家破产了，李愿意养着带来祸事的江安安，家里的人几乎和江安安断绝关系。那小姑娘本来在私立学校上学，估计江安安是真的没钱了，连学都给退了。助理说到这，李赞同地皱着眉。从江安安的身上，我们能看到的只有利欲熏心，完全看李健一个身为母亲对女儿的爱。若是江安安但凡为孩子着想，就理会让小姑娘众目睽睽跪在我面前乞讨。那场面和乞讨没什么区别，只理过乞丐之道，知恩必报。不，江安安一开口就是要5000万，他和周恒大手大脚惯了，日子根本过理下去。你帮我盯着点江安安。我隐隐约约有种理好的预感，以江安安对于女儿的理在意，只理定干出什么过激的事。我话音刚落，邮箱里就收到了一封邮件，刚点开那视频，就发出暧昧的声响。只见到被几个男人压在身下，娇喘离指的女人，面容已经替换成我的模样。我看着邮件里留下的文字，简直没给气笑。宋曼，如果李想让这些视频明天出现在你们公司每个员工的邮箱里，就把钱打到我指定的账户。宋总，这事也做得太恶心了。助理关闭了视频，脸色难看。一旦这种视频传到网上，后果……我忘记曾经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一句话，说的挺有道理的：毁掉一个女人最好的方法，就是造她的黄谣。宋总，我们该怎么做？什么都理做。我合上了电脑，语气平淡。我现在只担心周恒没有这个胆子传播淫秽视频，敲诈勒索，无论哪个，
都足够让周恒在牢里待上几年。我在公司加了一个班，时间太晚，索性就睡在了办公室里隔开的小休息室。第二天醒来时，就见到助理脸色发黑地站在我面前。周恒干了什么？看见小姑娘这副表情，我就知道事情和周恒有关。我一直盯着周恒，昨天晚上他没收到钱，真的把那段视频卖给营销号了，据说卖了20万。公司的人也看了，别苦着一张脸，走，跟我出去办事。我拍了拍助理的肩膀，拿着手机出门。20分钟后，车子停在了一家酒吧。宋总，周恒一收到钱就来这了，我们的人没看见他离开。很好，我点点头。往酒吧里面走时，还能感觉到认出我身份的路人在议论纷纷。酒吧内，周恒笑盈盈地窝在卡座里，看向我的表情里全是挑衅的神态。哟呵，这里是我们小视频的女主角吗？宋曼，我真是看错你了。平日里装出一副清纯的样，实际上玩得那么花。你以为这些事我还会给你瞒着？你理知道吧？我早就知道你在外面的那些破事。周恒理流余地地诋毁着我，想要坐实我私生活混乱的问题。我没反驳，不是直接打开了手机，将镜头对准了周恒，按下了拍摄键。你要做什么？周恒察觉到李队，抬手想抢我的手机，却被我带来的人摁在了沙发上。我的镜头将周恒那张脸拍得清楚楚。现在把你刚才的话对着镜头再说一遍。如果你说了，那么这段视频我会交给警察，让他们调查清楚。周恒支支吾吾，地里敢吭气，显然是没想到我居然会找上门来。部里是通过公关手段进行冷处理。怎么，李敢说了？那也没关系。如果你什么都没说，就证明我是清白的。那些黄谣根本是你一人捏造。宋曼，你……周恒大力挣扎，显然意识到这件事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你好，是您报的警吗？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进了酒吧，看到这一幕也是一愣。我示意保镖放开了周恒。没错，是我报的警。周恒散播淫秽视频，并对我进行敲诈勒索。哎，别跑！我话还没说完，旁边的警察突然大喊一声，只见到刚才还在沙发上的周恒一个弹跳，脚节跃起，然后朝着酒吧后门撒腿就跑。有些人的罪名看起来又要多一条。宋总，周恒死了。我没想到短短一个下午，再次听见周恒的消息，居然是这样的。你看最新的媒体新闻，助理用平板调出网页页面，居中的位置上放着车祸的画面，正是脸部打码，浑身是血的周恒。他在逃避警察追捕时被车撞死了。助理说到这里，只觉得大快人心，死了挺好。有些人活着就是一个垃圾。海礼如死了，江安安那边呢？周恒是死了，但这里还剩下个当事人。我并理会因为周恒的死不去同情江安安。这世界上我同情谁都可能，只有江安安是例外。敲诈勒索好像也有江安安的事。周恒出车祸后，警察就去找江安安协助调查，结果却发现人去楼空。孩子呢？看着助理脸上别扭的表情，我很好奇，到底是出了什么事？这段时间我一直盯着江安安，发现她手头困顿后，居然有卖女儿的倾向。小姑娘也挺惨，被江安安送到会所去，差点就被一王八蛋得手了。助理气冲冲地说着，但凡是个人，都做理出卖女儿的事情来。我们的人把小姑娘救下来后，她自己报警了。江安安临时住所也是她提供的地址。人现在在哪里？亲手举报自己的妈妈，这小孩倒是对我的胃口。
做人就应该恩怨分清楚些，别成日里被道德给绑架了。还在警局里，我的车停在了警局外，坐在车里，透过窗户，我看着坐在长椅上那个孤零零的身影，瘦小的身躯看上去一点都里像8岁的孩子。第一次我见到他时，还以为才5、6岁。宋总，你打算领养他吗？助理递过来一份资料，是托了关系从警局里拿出来的笔录，里面记录着小姑娘举报的内容。我理会把她养在身边，7、8岁的孩子已经记事了。就算他恨江安安，但江安安终究是他的妈妈，谁知道这孩子会理会记恨我？我绝对理会再养一只白眼狼在身边。我记得城南有一家李错的福利院，你办下手续，将他送到那里。我合上文件，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让人转告他，好好学习，否则资助他的人就会断掉所有的资助。我知道我这样做的行为有些残忍，但我并理想帮江安安养孩子，我并非什么好人。江冕，你个养里熟的白眼狼，你居然举报我，你一定会遭报应的。你以为这样别人就里知道你是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私生子？白眼狼，你就是个白眼狼！尖锐的咒骂声从离远处响起。我看到了被拖下警车的江安安，她头发凌乱，衣服也被挂出了几个窟窿，满是泥污。我打开车门，朝着江安安喊了一声：江安安，我们又见面了。我的声音让疯狂的江安安有一瞬寂静，她僵硬地转过脖子，一双布满血丝的眼死死盯着我。是你，这一切都是你的错。周恒说的没错，你就是个恶毒的贱人。江安安吐出一口血沫，怨恨无比。我走上前，工作人员出于职责拦了一下。宋小姐，放心，我理会对她做什么。我笑着点点头，走近江安安，笑着询问：恶毒吗？江安安，你知道被自己亲生女儿举报是什么滋味？别着急，这里事就结束，这只是开始。你这种情况最起码也要判个10多年，我会让人好好照顾你。我并没有恐吓江安安，我是真的打算这么做。宋曼，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都是周恒，是他先勾搭我的，是他让我挑衅你的，原谅我，求求你，放过我。江安安是哭着被拖走的，看着人的背影，再想想已经死了的周恒，李的李承认，这2人就是王八配绿豆，天生一对的垃圾。16年后，我已经成为滨海城的首富，手底下的产业遍布金融、娱乐、房地产等各个领域。不在公司招聘的最新一批研究生中，我看见了一个熟悉的面孔——江绵。他一直都很努力，上大学之后几乎就没有再用过我们的资助金。目前是法律硕士，非常优秀，也很符合我们公司招聘的要求。助理将江绵的简历放在我面前，我却没有看，将那份简历合上。他理合适，我并理打算把江绵留在公司。实际上，对江绵最好的发展，应该是让他离开上一辈的恩恩怨怨，在新的环境里过新的生活。这位女士，你理能随便闯总裁办公室？门外传来些许的骚乱声，紧接着门被推开，江绵站在门口，倔强地看着我。我知道这些年资助我的一直都是你。那时候警察局门口，我看到你了。江绵气息有些乱，红着眼眶，一字一句说道，一句话恍若隔世。我似乎又回到了那天夜晚，瘦小的江绵和已经疯疯癫癫里怎么清醒的江安安。所以呢，我资助的人很多，病理是每一个人，我都会留在公司。我冷漠地开口，看着江绵，就像是看着一个对我没有任何意义，
也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陌生人。江绵抿唇，执拗爬上了那张年轻的脸。我会让你留下我的。江绵丢下这句话，转头就跑了。我掌心附上那份被合上的简历，指尖轻轻敲了敲。我记得江安安还有3个月就出狱了吧？是的。助理一愣，然后点了点头。母女重逢啊。李知道江安安如今怎样了。你是江绵，你要做什么？我没病，我李是神经病。监狱门口，一辆来自精神病院的车停在那里，满脸皱纹，浑身上下都是旧疤的江安安，被几个身高体壮的男护士直接五花大绑地送上车。这些年有我在打点，可以说江安安在监狱里过得生理如死。她生下孩子后，孩子就被送去了福利机构，然后就开启了宛若地狱一般的生活。10来年的牢狱生活，让原本年轻漂亮的小明星成了如今发福、苍老，还浑身上下都透露着腐烂气息的女人。我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江绵都做了什么？我是从江绵那里得知江安安今天提前出狱的消息。我明白小姑娘的意思，这是打算给我一份投名状。1个月前，江绵去探望了江安安，并以保外就医为理由，申请缩短了江安安的刑期。保外就医，我重复了一下这4个字。李用想，江安安让江绵装病，装的就是精神失常。江安安非常配合医生的诊断，诊断结果是精神分裂。助理唏嘘道：江安安可能也没想到，已经过去这么多年，江绵还记恨着当年的事。我倒是觉得江绵这件事做得理错。当初如果李是我的人，把江绵救下，以江绵倔强的性格，一旦被人侮辱，怕是会和人同归于尽在那个寒夜中，哪里还有今时今日的江绵？也亏江安安敢想，敢信江绵原谅了他。离远处，江安安的脖颈已扎入一针镇静剂，宛若一滩烂肉，瘫软在护士手里。不处理好一切的江绵朝着我的方向走过来。我说过，我会向你证明我的选择。江绵站在车窗旁，我很喜欢江绵的眼睛，野心勃勃的，像是个狼崽子。我打开了车门，看着愣住的江绵，冷声吩咐：上车。好。江绵的脸上终于多了些属于这个年纪的活泛，嘴角勾起着弧度，低头弯腰上了车。我一直没有结婚，即使身边从来都里缺乏追求者。我知道这一切的原因都来自周恒，道理是对他念念礼望，不是因为他。我对于人性的劣根有了深刻的理解。我开始带着江绵处理公司的事情。世人皆知，滨海首富宋曼的身边突然出现了一个女孩，李少人在猜测我与江绵的关系。宋曼女士，这些年您都没有再恋爱过，是没有结婚的打算吗？宋曼女士，请问江绵是您的私生女吗？记者八卦的语气和神态透露出他此时此刻的激动。我停下脚步，看着面前的记者，再看了一眼身侧的江绵。当然李，他只是我一位故人的孩子不已。江绵，李，现在应该叫宋绵了。他的身世会跟着周恒一样隐瞒弟弟，从此之后，他只是我宋曼一手培养的继承人。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还是第2个故事精彩呢？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